终于到我的吐槽时间了。拍视频最大的乐趣就是我有合理的理由可以吐槽。我宣布，僵尸片已经被我看吐了，10年前就看吐了，甚至更久。现在这些僵尸片呀，真的是一集我都不想点开。为什么呢？套路老，毫无逻辑，小学生设定。你看21世纪了啊，编剧是不是该具备一点生物知识？大方向来说，人类是碳基生物，僵尸变异了，那也是碳基生物吧？那编剧自己是不看别的电影的吗？没有看过战争片吗？是对人类火力毫无概念的吗？那就算是钢铁侠他变异了，在人类强大的军事火力面前，钢铁侠僵尸也得跪下。但这个不重要，今天我想着重说一个重点。为什么现在的僵尸片那么难看？我是一点情面都不想保留，就是难看、无聊、想睡觉，侮辱人的智商。为什么现在僵尸片难看？是因为观众看了之后呢，无法代入。为什么无法代入啊？因为不合理啊，逻辑不合理啊。那你要说僵尸，对吧？它是小脑驱动也好啊，是病毒突变也好，这些逻辑呢都是能自洽的。没关系，不谈这个。今天说个问题，就算是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储备，没学过生物课的，都会看了感觉很假，不符合逻辑的一些细节。来，我直入主题，我想问，你靠什么活着？僵尸靠什么活着？你跑得快，你跳得高，对吧？你追主角追10公里，你不用休息。OK， 我不挑刺，可以。那我问你了，能量哪来的？能量是不是得守恒呢？僵尸是变异了，但它还是不是生物嘛？是不是靠肌肉走路的嘛？那肌肉要不要糖原呢？要不要蛋白质啊？你说病毒激活了神经系统或者大脑死亡，全靠小脑什么的，行？那你告诉我，能量哪来的嘛？肌肉运动是不是会消耗能量？能量被消耗了，需不需要补充？那人补充能量是靠吃饭，僵尸补充能量那也得吃东西吧，对吧？那不会喝西北风光合作用吧？那问题来了呀，你吃什么呀？你说僵尸吃人呢 ？OK， 没问题。可人类被你咬了一口，人家也变成僵尸了呀，你吃了什么？寂寞吗？僵尸咬人，人就变成僵尸，对吧？人类减1，那僵尸加1，这是不是几乎所有僵尸影片的基本设定？所以僵尸并不是吃人，它只是咬人，因为咬完人之后，人会变成僵尸。那也许你咬人啃了个胳膊，咬下来一块屁股肉，那也算是吃了，然后留下没吃完的，让它慢慢的变成僵尸也行。那我问你，你一顿吃了几克蛋白，摄入了多少热量？一个普通人类男性每天热量需求，我算你2000大卡，那你咬下人家的屁股肉，够这些热量需求吗？也许说我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了，不要去计较这些细节了。也许会说，人类大脑用到了30%的热量，僵尸又不动脑子，那我就算他1000大卡行不行啊？我说他500大卡一天行不行啊？因为这个不重要，我们就算他一天需要500大卡。接下来问题又来了，屁股肉你能吃多少？僵尸爆发的前期还好，大量人类暴毙啊，尸体到处都是，你们能啃几顿？过了几天之后，剩下的人类都藏到防空洞里去了大街上的尸体你也被你吃完了，超市呢也空了。我相信僵尸应该是不懂开罐头的，因为要是僵尸懂开罐头的话，那肯定不止一天500大卡的了吗？因为要动脑子的吗？动脑子需要热量的吗？所以我问你，僵尸还能吃什么？吃风吗？树皮吗？僵尸互相吃互相吗？我很想问问编剧啊，你写的僵尸是靠什么活着的？靠信念吗？是不是觉得我在挑刺？先等我说完。因为所有的僵尸电影啊，所有的僵尸影视剧都非常奇怪，你要说短期的话，几天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没问题啊，但是半年1年4、5年甚至10年以后，你还能在大街上看到僵尸。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逻辑啊，尸潮爆发了，那僵尸开始咬人，对吧？这个僵尸咬了人的屁股，人变成僵尸了，僵尸人口变多了，然后再去咬人吃屁股，然后要么人嘛被吃光了，要么剩下的人都躲起来了，总会有那么一个时间段，僵尸吃无可吃的，僵尸开不了罐头，也不会种地，每天消耗500大卡对吧？假设一个标准僵尸男性75公斤，每天消耗500大卡，1公斤脂肪7700大卡，夯不啷当200天就得饿死。那怎么做到的？4年5年之后还有那么多僵尸在大街上当街溜子？那你可以说，僵尸有休眠系统，有像熊一样的休眠能力嘛，像昆虫一样，没东西吃就原地躺下咯，开始休眠行不行嘛？可以啊。那僵尸要不要喝水呢？没有东西吃，可以原地休眠，活个几十年 OK。 那如果没水喝怎么办呢？你以为没水喝是小事情吗？你原地休眠了，你会不会被风干成僵尸肉排，风干成木乃伊？我就算他还有意识，这个僵尸还活着，那你告诉我，一个生物要动就要有代谢，有代谢就要有水，你没有水，你僵尸的血液都干了，
全都干了，怎么动？所以啊，你怎么能做到一个画面5年之后，然后看到大街上还那么多活蹦乱跳的僵尸啊？回答我！我相信一定有天才编剧能想到个理由给我掰回来。没关系的，我先说下一个问题嘛。你吃了东西是不是要消化？你消化了是不是要拉屎啊？僵尸的胃还在运作吗？肠道菌群还在吗？我就当你肠胃还在运作。那我问你了，你吃了人类屁股肉用来摄取能量，那你吃完了你要不要拉屎啊？有哪一部僵尸片认真拍过僵尸拉屎吗？看看现在的印度，没有僵尸，但满地都是屎。他们习惯了随地大小便，这是印度的风俗，咱们表示尊重。那僵尸不动脑子，也不讲礼貌，他们不可能自觉的去找厕所拉屎去吧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僵尸片里没有满地的屎呢？为什么？是编剧想象不出来这个画面吗？那就飞去印度看一看嘛，这画面感不就来了吗？对吧？僵尸只是变异的人类，不是漫威的噬元兽，不是个只进不出的黑洞，所以僵尸也要拉屎的嘛，所以问题很清楚了。现在僵尸片为什么那么无聊难看，无法代入？因为逻辑不通呀，就单单僵尸吃饭拉屎这个逻辑就很敷衍。你乍一听我可能好像是在挑刺，可能是没有话题找话题说，但是请考虑我以下要讲的观点。观众看画面的时候，看电影画面的时候不太会动脑子，因为画面太快了，人脑一下子处理不了这么多信息，所以人一般都是靠直觉去理解。那一个人类走进了一个房间，他可能会一瞬间感觉到这个房间有异样，但又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就是直觉的力量。我们人类有2种认知模式，理性和直觉。在远古时期，你的2个祖先爷爷去打猎，一个理性，一个直觉。那边的草丛动了一动，里面有只大老虎。直觉的那个祖先爷爷呢，他一听到风吹草动，脚底抹油就跑了。而理性的祖先爷爷还在思考，为什么草会动？是不是里面有东西？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危险？这个危险又是什么呢？是狮子呢？老虎呢？还是大象呢？或许是个在拉屎的可爱妹子呢？你看，想到这里，理性的祖先爷爷就已经被吃了，所以喜欢花时间思考的祖先都已经被吃了，只剩下了直觉的祖先爷爷。所以我们都是直觉的祖先的后代，所以我们有很强大的直觉。所以我们看僵尸片的时候，一看画面不用特别思考就知道这个画面有问题。问题在哪里暂时不清楚，只不过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带入这个剧情了，就因为这个剧情的这个细节问题它不真实。那现在经过我的分析就很明确了，21世纪所有僵尸片都是败笔，因为画面里没有铺天盖地的大便。嘿嘿。